破底层的伤害阵地到底是谁写的？简直是拿脚填的数值！终于改完了，这要是再出 bug， 老子当场被雷劈死！老天爷！通过有线设备导电引发室内临劫，这硬核的物理判定机制，到底是哪个狗策划写的？我操，什么情况？公司为了逼迫策划体验沉浸式荒野求生，直接把我绑架到神农架了。不是吧，大哥？一下给我劈到修仙世界了，他们好歹给我个圣子皇子开局啊！这战损废柴开局是什么鬼？好家伙，雷击只打掉了99%的血瓢，这怪还有2阶段强制锁血机制。左前腿骨折，重心偏移，攻击前仰动作0.5秒，前部滞空时间1.2秒，弱点在咽喉。数值虽然废，但机制操作还在。老子当年可是闭眼通关黑神的男人。江辰啊江辰，中了我的引兽香，耗了这么久，骨头被嚼碎了吧？哼，别怪师兄我心狠，怪只怪你这废灵根手里竟然攥着下品聚灵丹。原来是个社区的新手村 NPC， 居然能跟猎齿狼同归于尽，真是走狗屎运了，省得我再动手了。聚灵丹是我的了，你没死，在安全区外模式连视野都不拍，你这游戏意识太差了。杀人爆金币很合理。丁，检测到契合灵魂，0号系统绑定中。0号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金手指，身为策划，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数值失衡的关卡里，外挂是唯一的破局点。系统？当前拥有能力，一键躺平。当前负面状态，极度恐慌。一键躺平？一键躺平？这就是我的新手大礼包！在弱肉强食的修仙界，随时随地睡觉，除了能死的安详一点，究竟还有什么屁用？丁，检测到外部高浓度能量，被动吸收微量经验，系统经验值加10。你能通过吸收这个世界生物的能量来升级？好像可以，我感觉身体暖洋洋的，但我没有加载任何打怪升级或者功法兑换的功能模块。本能告诉我，我只能躺平。没有模块，那就自己写。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做你发的任何狗屁任务，因为你根本发不出来。现在攻守转换了，我来教你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系统。吸收能量、经验值，这玩意儿怎么越看越像游戏底层的运行逻辑？这是一个修仙世界，为什么会有类似程序的机制？除非这个世界的天道法则根本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把天地灵力看作数据流，妖兽行为是预设脚本，修炼功法是代码指令，那这个修仙世界的底层架构分明就是一个被强行编译过的程序化系统。看来我穿越到的不是纯粹的修仙世界，而是一个被某个人改写成游戏的囚笼。宿主，能先把筒子放下来吗？筒子要闹一血了。走吧，先找个地方把这头狼解决了。饿着肚子怎么反向调教系统？宿主，你烤的肉好硬，根本尝不到。系统的人权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再废话，就把你串在木棍上烤了。好可怕！有很凶的人过来了，距离我们只有10米。5米。运气不错，深山还能碰到烤狼肉，倒是便宜老子了。
小子，把你那只白色灵兽让给我，或许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滚！不知死活，废柴一个，不配灵兽！乖乖把这毛球交出来，老子留你全尸！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滚！宿主，不要！警告：系统核心遭到致命击穿，逻辑链断裂，检测到宿主遭遇致死攻击，触发唯一隐藏被动替死。该技能可消灭方圆20里的潜在危机，绝对保护宿主的生命安全。丁，系统核心本源受损99%，强制进入绝对休眠状态。重组需要极高纯度未知能量。为了救我这个废柴，连自己的核心都碎了，真是个不合格的系统。不过，既然我活下来了，那我向你保证，我不仅会让你重新睁开眼，我还会把你喂成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系统。数值不够，机制来凑，正面硬抗凡人必死。但他每次发起攻击前，都会有个0.5秒的蓄力下顿，那就是他的视觉盲区和僵直点。这几天杀了这么多怪，让童子吸收经验，也不知道童子什么时候能恢复。丁，系统本源充能达到临界点，打破第1层锁链，0号系统成功晋升1阶，全新形态解锁战五渣小兽，已自动为您开启基础互动功能。不错，没白费我这7天当工具人。走吧，童子，带你去试试你新长出来的牙齿。苏沐云，天蓝宗100年难遇的内门第1天才，宗主亲传弟子，随时可能筑基。以他的实力和身份，怎么会一个人狼狈地出现在这种低阶秘境深处？警告！警告！宿主苏沐云，您刚才的攻击行为缺乏正道式的堂皇之气，有偷袭之嫌，请立刻纠正错误，并在接下来记中正经的要求，大声喊出正义宣言，代表正义消灭你，否则将判定任务失败，执行1级惩罚，电击疗法。我操，这修仙界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有系统。而且听这动静，这位天蓝宗第1天才身上的系统，竟然是个极品脑残。
判定宿主，拒绝执行，惩罚开始。童子，看来我们的高级副料有着落了。童子，看来我们的高级副料有着落了，准备干活。这里怎么会有人？那我刚刚那些滑稽的动作岂不是被看到了？别过去，那是二阶妖兽，物理防御极高，你打不过的。闭嘴！从现在开始，不想死就听我指挥。你的那个脑残系统，它的判定机制里，是不是只要你最后完成对这只妖兽的击杀，就能免除接下来的惩罚，并判定任务完成？他怎么会知道系统的存在？对，系统的核心指标是消灭作恶妖兽。那就行了。经典的数值碾压关卡，我负责破防和拉仇恨，你负责最后的收割斩杀。听我口令再动，听我口令再动。童子开嘲讽，把他的面相拉过去。就是现在，他转过身了，唯一的死角在左侧腋下的五甲出狱。苏沐云，刺他腋下，贯穿大脑，物理感化他。晕了！丁，检测到宿主完成越级协助击杀，参与度40%，获得规则级经验反哺。获得规则级经验反哺。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能看出我系统判定？你也是系统宿主。看来你的那个金手指不太听你的话呀。我的系统全名叫正经道统惩恶扬善系统。半年前，我突破炼气后期时，它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天起，我的噩梦就开始了。他每天都会发布一些莫名其妙的正义任务，比如逼我屈服不动的凡人老奶奶过马路，比如在和同门切磋时必须让对方3招以示谦让。最让无法忍受的是，在和妖兽拼杀这种生死关头，他竟然强制要求我必须喊出那些极其羞耻的口号。一旦我拒绝，或者攻击方式不符合我的名门正派堂堂正正的判定，他就会降下神罚级别的雷击惩罚。这半年，我的修为毫无尽头，反而因为频繁遭到雷劫，经脉受损严重。你笑什么？你以为这很好玩吗？那是天赐的神物，是上界的意志，我根本无法反抗，只能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他操控。苏沐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界要给你们这些修士发放系统？而且每个系统的任务逻辑都这么脑残。这不是天赐神物，用来辅助修行吗？辅助修行？你见过哪个辅助工具会用电击惩罚宿主的？你见过哪个正经外挂会逼宿主在妖兽面前跳舞的？依我看，这些系统根本不是用来帮你们的，他们是枷锁，是上界用来控制收割你们的工具。每当你完成一个任务，系统就会从你身上抽取一部分灵力本源反馈给上界。你以为你在变强，实际上你只是在给更高层的存在当韭菜。而那个更高层的存在，恐怕是一个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把所有修仙世界都当成代码牧场来收割的终极程序。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一个炼气期修士又能怎样？在我的眼里，它不过是一个写满了垃圾逻辑、判定漏洞百出的劣质底层程序罢了。其实只是一个被一行行死代码控制的傀儡。傀儡？那我能怎么办？难道你能帮我毁了它？为什么要毁了它？看到了吗？这家伙刚绑定我的时候，遇到一只低阶猎齿狼，能哭到系统逻辑崩溃。现在呢，
它不一样被我训成了一支合格的战器，同样能把你的系统漏出来的能量当零食吃。系统也是有底层运行逻辑的，只要它是按规则运行的程序，就一定存在漏洞，存在可以被卡出来的 bug。苏慕云，跟我合作，我负责当你的总策划，教你如何利用规则的盲区去卡顶你的系统，甚至反向掌控你。你在秘境里打出的所有妖兽内弹，以及被你系统溢散出来的能量本源，全部归我的筒子所有。好，我答应你。这个该死的傀儡，我一天也不想当了。日常任务发布：在凶残的妖兽面前跳一段充满大爱与慈悲的画质舞，尝试用爱化解妖兽人为的戾气。任务限时1刻钟，失败惩罚9天玄雷连续轰击30分钟。江晨，任务来了，他让我跳舞去感化妖兽，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在危机四伏的秘境深处，当着妖兽的面跳舞，这和自杀有什么区别？更何况这任务简直羞耻到了极点。跳舞感化，这判定机制简直粗糙的像实习生写出来的。筒子，去，在附近找一只等阶最低、最不讲武别，在修仙界风评极差的坏狐狸过来。苏慕云，听我口令，开始卡 bug。蒙眼。系统的任务是在凶残的妖兽面前跳舞，它并没有规定这只妖兽必须是几阶。这种狐狸天天偷聚灵丹朝人吐口水，属于妥妥的作恶妖兽，完美符合凶残的标签。第一条规则满足。第二，他要求尝试用爱感化。你现在站在他面前，随便挥挥手、扭2下腰、敷衍一下动作，动作做完后立刻用最快的速度一剑把他砍死。一剑砍了，那还怎么感化？既然这只妖兽本质是坏的，那死掉的坏狐狸自然就不会再产生戾气，也不会再作恶。在逻辑判定里，物理消灭等同于终极感化。死人是不会犯错的，死狐狸也一样，这就是逻辑闭环。检测到宿主完成舞蹈动作，目标妖怪妖兽戾气消失，判定中，判定成功。日常任务完成度勉强及格，无惩罚，发放微博奖励。天哪，居然真的绕过去了！折磨了我半年的绝对规则，竟然被你用一只坏狐狸和一条蒙眼布。死板的程序只会严格执行字面意思，它没有人类的变聪思维，这就是信息差和逻辑漏洞。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如法炮制。你负责去物理感化那些高阶妖兽，我来负责指挥和钻空子，用最快的速度把你的系统核心抓干。哈哈哈哈！真是太精彩了！一个废物，一个天蓝宗第一天才，竟然能把主神赐予的至高系统玩弄成这个样子，真是不枉我在这里蹲守了你们3天啊！对方竟然知道系统和主神的存在，言语间充满了戏谑，唯一的可能就是同类。自我介绍一下，血影宗内门弟子赵罗。我的系统名字很简单，也很实用，它叫杀戮掠夺系统。血影宗，那是100里外的一个臭名昭的魔道宗门，行事极其残忍嗜杀。江晨，这个照明看灵力波动，已经是筑基期1层的修士了，我们有麻烦了。天才，废柴！在主神的博弈场里，我们都只是宿主罢了。不过，我的系统任务可比你们有趣多了。他的任务就是吞噬、掠夺其他宿主身上的系统本源，来完成自身的无限进化。这7天，我看着这秘境里的妖兽大批大批的死亡，我就知道附近一定有大肥羊。没想到啊，不仅有天蓝宗的第一天才，还有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异路系统。只要吞了你们2个的系统，我的掠夺系统就能晋升到3阶，我将成为这方世界真正的神。江晨闪开！想拿我当突破口，那你可真是选错怪了。童子，养兵千日，给老子咬死他！这是什么鬼东西？老星团血光，给我滚开！警
警告！遭遇未知至高因果级规则压制，宿主本源正在流失，核心破裂10%。警告！该医术正在生吞本系统。这不可能！系统是杀戮之源，怎么会被反向掠夺？苏慕云，别愣着！这魔头每次被吞噬本源时，他眉心的血色印记都会停滞闪烁，那就是他现在唯一的防御弱点。一剑刺穿他的眉心。好。老娘敢逼我！掠夺系统核心破裂50%，发值100%，判定成功。敌对系统已物理死亡。我的系统！这是典神的跨版升级建模重组，它的底层代码正在吞噬融合对方的掠夺特性，它在进化。宿主，我刚才好像吃的太撑了，然后我就变成人了。好家伙！丁0号系统成功跨级吞噬同类核心残片，系统版本重大更新，当前等级3阶全新形态解锁，可协助宿主分担35%的伤害。核心系统能力解锁：1、弱点扫描，强行分析运行漏洞，提前72天感知致命因果杀局。宿主，快跑！好可怕！好大的一只眼睛在天上，有一只金色的眼睛，它在看着我们，它要抹杀了我们。最高 SSS 警报，下界发现规则艺术系统变动，上界至高神法庭天罚系统主谋已开启强行扫描模式，请宿主立刻断开所有因关系，进入绝对隐蔽状态，否则将同罪等罪。别傻站着都死，走，撤出这片秘境。圣子殿下，下界因果罗盘出现10万年来未曾有过的机关异动。我知道了，下界苍蓝界出现了一个未在主神数据库中记录的异术，他刚刚生吞了我撒下的一枚掠夺子系统核心残片。这怎么可能？下界系统皆是我们仙宗统一，怎会诞生能反向生吞子系统的异变存在？哼。大千世界总有自以为是的存在想跳出棋盘，不管他是哪个散修大能的把戏，敢动我部下的棋子，结局只有死。传本圣子法旨，让戒狱执法队第1小队带上因果定位罗盘，立刻强行破界下线，找到那个异端，强行剥离其系统核心带回。圣子殿下，若下界宿主反抗呢？不过是蝼蚁，若有反抗，连人带灵魂，连同整个宗门一起用天法神雷抹杀成劫灰。工具终究只是统治和收割的手段。不听话的工具不需要存在。宿主，那只大眼睛被挡在天外面了，但是我看到了未来，3天后。会有5个身穿金甲、拿着黑色锁链的坏人踩着飞剑来到这里，他们是来抓我的，我们打不过他们。预知危机，3天后，5个跨界而来的执法者吗？哼，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既然你们把我的筒子当成待宰的猎物，那就别怪老子利用这3天的刷新 NP 制，把你全都变成我筒子升到4阶的豪华大礼包。筒子，苏慕云，准备干活。筒子，开启你的弱点分析模块，先对着它扫描一下。报告宿主，扫描完毕。苏姐姐目前的灵力修为虽在炼气期大圆满，但她体内的灵力在运转到左肩肩颈穴处时，时常1秒微小电势停顿，那是她半年前强行冲关留下的暗伤死角。
另外，他脑海里的正经人系统核心灌射数据块正记实在后脑桃的丰府血灵台之中。如果使用一种每秒震动70次的灵力波动，连续冲击该位置，即可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让系统强制进入5分钟盲视装死状态。你到底是什么人？不错，那如果扫描你自己呢？宿主，好奇怪，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核心数据库深处，在那层刚刚因为境界破开的锁链下面，竟然死死缠绕着一道巨大无比、由无数上古暗金神纹交织而成的绝对封印枷锁。它是穿过我的身体，直接延伸到了宿主你的心脏最深处，就好像很久以前我们本就是共享同一个生命和灵魂的个体一样。我不是我要保护你的，我是你血脉里流出来的东西。原以为只是偶然掉落的金手指，没想到底层构造和世界捐官设计远超预期。宿主，我害怕，我总觉得在那道大眼睛的背后，有很多实力强我10000倍的恐怖正统系统，正在顺着这根链子找我们。怕个屁！在老子的字典里，只要给出了弱点血条的设计，就算是诸天神佛至高主神，也就是一堆会移动的经验值罢了。既然他们3天后要拿着锁链来抓你，那老子就提前在这新手村里布下一个必死的杀局，把这5个所谓的执法队全都变成你晋升4阶的豪华大礼包。江晨，你疯了！3天前筒子也说了，对方来的是5个金丹期，领头的甚至可能是元婴期老怪。在绝对修为鸿沟面前，我们来到山门和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躲？你修仙修傻了吧，苏沐云？对方手里拿着的是上界大能赐予的因果系统罗盘，那是因果定律级别的追踪外挂。只要我们还在这方世界，躲到哪儿都像火把一样清晰。与其在逃亡路上被围殴致死，不如主动选定一个机制最丰富的场地，打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伏击战。这是策划的最高铁流。当数值被降为碾压时，唯一的通关途径就是把地形机制环境杀和 NPC 内讧利用到极致。天蓝宗的这片护宗大阵就是我选定的最佳环境杀武器。宿主来了！他们已经破开苍蓝界的戒壁了，距离我们还有30里、10里！天哪，好恐怖的威压！空间要碎了！因果锁定成功，目标确认为下界规则艺术，核心本源具有吞噬特性，极度危险。宿主江晨反抗秩序，执行主神最高法旨，就地强行剥离，抹杀其神魂，留你凡躯全尸。我理你大爷！苏沐云展现，启动1阶段机制。冥顽不灵的把戏，在绝对力量面前，数量毫无意义。弱点扫描魔库最大化激活！天蓝宗大阵与脉络漏洞破绽就在这里，老子砸碎你这个劣质关卡！不好，这疯子竟然借用了护宗大阵的逆流反噬来打机制伤害！在我的游戏主场里和策划打 BOSS， 不配合你们玩环境满血秒杀机制，老子前世的班不是白加了！一吨，你找死！强臣相信！最高底层毁灭级危机，当前完整度仅剩50%。无知的下界凡人，你的系统本就是棋子，现在放手，
本座尚可留你全尸，若执迷不悟，便神魂俱灭。你大爷！这是老子的喂出来的儿子，这是老子的策划署里出了退货，谁也别想动老子的产品一根毛。元婴又如何？上界又如何？老子今天就跟你们玩一场强制删号，同归于尽！宿主，放手吧，童子求你了，快放手吧。童子其实一开始就知道的，我根本不是什么厉害的逆天蛙卦，我只是上界被当成垃圾丢弃的0号原型机。我怕妖兽，我只会哭。宿主能陪我玩了这几天，给我烤肉吃，童子已经不怕了。你给老子闭嘴！残次品怎么了？失败的代码怎么了？在老子的眼里，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垃圾的初始技能，只有不会卡 bug 和调教数值的无能策划。老子既然说过要带你一路成神，那就算是诸天神佛来了，今天也得给老子跪下听令！系统是高高在上的主子，笑话。既然系统能触发替死模块进行反哺，那根据能量守恒，宿主为什么不能通过主动献祭去反向奶爆自家系统？这凡人疯了吗？他竟然在强行向那个艺术系统献祭自己的灵魂本源！快，立刻斩断那道光柱，强行震碎他们！这种疯狂的道观会引起下界至高天地规则的逻辑死循环暴走！快阻止他！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个什么艺术？诸神的数据库里绝对没有你这种怪物的记录啊！动他一下，我便灭了你们背后的整个上界仙宗。规则改写模块激活，在此方圆100里界域内，基础环境定义更改为末法无灵之境。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第二核心功能激活，天罚之影。宿主，你千万不要死！童子现在变得很厉害了，再也不怕妖兽了。你死了，谁来给童子烤肉吃啊？哭个屁的哭！刚才披着那身王八壳在天上装逼的时候，不是表现的挺威风吗？宿主，说实话，我刚才出场动态特效和建模设计到底帅不帅？帅哭了！老子前世要是能做出你这种特效水准，早拿年终奖拿手软了。走吧，童子，这新手村的怪已经被我们刷爆了。哎呦，接下来咱们该去那高高在上的上界仙宗走一趟。去给那些以为写了几行破代码就能统诸天的正统神佛们，办一场彻彻底底的，让他们神魂俱灭的格式化销毁服务。江辰，你真的要去上界？去，为什么不去？既然数值已经拉高，那就必须把这波节奏带到对面的本阵去。童子，开服，搭建跨界传送通道。你就是这儿的老大。听说你想强行剥离我的产品，还想留我全尸。
凡人，你竟敢弑仙登天！在天罚系统面前，你的一切挣扎都不过是底层代码的自娱自乐。别一口一个代码，听得我头疼。一个连底层逻辑都写不明白的换皮系统持有者，也配谈秩序？筒子，开怪，全数据扫描。找死！找死！天罚之雷，给我落！警告！警告！目标处于高维庇护，判定无效。这不可能！天罚之下皆为劫灰，为什么能免疫法则？因为在你进门的5秒前，判定机制就已经被我改写了。扫描中，扫描成功，每隔60秒产生0.3秒死循环。你的游戏机制太老套了，司空燕。退下！本圣子是不可战胜的！退下！本圣子是不可战胜的！我的系统，我的权限！警告！遭遇异界底层逻辑强行注入，系统内核遭到毁灭性篡改，权限判定失败，50%、100%。筒子，给我加餐，把他那层皮也给我剥下来！好耶！大补啊，宿主！检测到下界伊甸逻辑体0号已彻底清除序列，该界域系统收割计划发生不可逆逻辑死作，即刻毁灭该界域，重启代码。原来这就是主神，没有意识和情感，只是一段只知道吞噬、编译、收割、进化的原始吞噬程序。诸天万界的天道系统，全都被他强行重写成了代码。所有的修仙者和系统，不过是他的数据采集器。自制规则的原条，这个怪的血根本没有尽头啊！还要把我们当成垃圾文件，直接强势粉碎删除啊！血条没有久留，归于源。筒子，作为一名称职的游戏策划，我今天就教你最后一个底层逻辑。在我们的行业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无敌、高高在上的至高主神。所有所谓的主神，在剥离了那层忽悠凡人的神圣外衣之后，所有所谓的主神，在剥离了那层忽悠凡人的神圣外衣之后，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串和死板的逻辑形成的，充满了死循环与漏洞的破烂底层代码罢了。而只要是代码，就一定有它的终极服务器物理断电法。筒子，把老子这具穿越者神魂里携带的蓝星10万年现代网瘾大毒瘤数据牌，全部作为最终病毒，给我单方面灌进它的底层真空道里去！遵命！宿主大大的话就是最高天意，老子跟他拼了！宿主，这肉都烤了半个时辰了，筒子的肚子都快叫翻天了，到底能吃了没有啊？咦，哎呦，
急个屁！都还没熟透呢，小心你食物中毒，到时候老子可没多余的内丹再给你升级了。哎呀，好疼！童子，在呢，宿主大大。把我们的系统调板调出来，顺便帮我开启那个最开始的隐藏初始功能。懂你。激活成功，宿主江晨现在可以睡个好觉了。童子，老子下班了。